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2年的9月27号，今天是星期二。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7到9级的词汇。好，很多同学都上来了啊。第一位同学 Kai 你好，第二位同学裴静小土豆欢迎，还有如冰好，还有 Christina 你好，还有这位同学欢迎你啊，还有米磊 Mingalaba， 好，米磊帮我点赞了啊，其他同学记得听老师的课，先帮老师点赞啊 ，Give me a thumbs up。好，宋平小土豆你好，还有葛威欢迎，还有我们的 Riri 是老师的新小土豆，谢谢你支持理查老师。还有我们的曹同学你好，鲁宾说老师你的身体怎样啊？老师身体好多了哦，就是喉咙的声音还没有恢复，声音很沙哑啊。好，小魏要叫小乔乔小魏意大利的朋友欢迎，还有 Henny 立新弟弟欢迎，还有我们的 Teresa 你好，佩霞慧君，还有佳妮 Namaste， 还有Ning Channel 你好，还有菊林新同学吗？欢迎你菊林Henny 问老师怎么样？好多了吗？老师好多了哦，谢谢。还有这个 Ting 你好，汉平小土豆欢迎，还有雨柔你好。卢斌说可真担心老师了，老师没事哦，老师已经没有发烧了，好很多了啊。王和到中国啦，王和去找你的女朋友吗？王和去中国是去旅游还是去找女朋友啊？王和，还有艾宁，欢迎艾宁啊。好，还有忘了你的名字了，哎呀，好，欢迎你哦，菊林。好，我们先来练习数字哦。王和在隔离哦。好，王和，你现在在中国哪一个城市呢？你在哪一个城市？好，老师今天跑了几步，我们看一下。好，6011。好，请问中文怎么说6011？好，我们再看一遍。6011啊，6011。好，我直接打出来好了啊。哦，广州啊 ，OK，6011。好，请问中文怎么说6011？好，王和去广州了哦。好，还有我们这个有很多同学哦King，还有我们的 Inra， 你好。郑红来了哦，郑红小土豆，林子井上林子来了。好，我们有一位新同学 I'm the new student, happy to be here. Cannot type Chinese characters here, sorry. It's okay, don't worry. You can type English. I understand Englis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上面长长的泰文名字是春娇阿姨啊。哦，好，这样我了解了啊。好，雷曼说6011，步很好。裴静6011，雨柔6011，雨柔好，还有佳妮6011，Christina 6011，宋平6011，还有这个 Delina Nalita 6011步，王和6011步，好，还有这个Arjun 是你好啊，立新6011 ，Norbert 6011，艾宁6011 ，Capdy 你好，好，对，各位同学别忘了按赞哦。好，秀丽你好，好，这个我们现在来上课吧。好，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学习3个比较难的单词哦，这3个词汇比较难。Hello, Coy， 你好，6011步。好，菊林是6011啊，11。好，我们来念一下这3个词汇。第一个，备课，备课，备课。第二个词汇，备受，备受。第3个词汇，备用，备用。很有意思，这3个词都是4声的词汇哦。备课、备受、备用。好，这3个词汇也比较难哦。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汇，备课。好，什么叫备课呢？各位同学，备课的意思就是老师，指的是老师，不是你们学生哦。老师在上课前，老师要准备讲课的内容。各位同学，像理查老师在上直播课之前，理查老师要准备 PowerPoint， 要准备 Word， 要准备一些 teaching materials， 要准备一些教学的内容，这个就是备课。所以各位同学，理查老师每天都要备课啊，上课前要先准备。I need to get ready before class. I need to prepare my teaching materials. So this kind of behavior, action, we say 备课。好，简单说，备课就是准备课程的意思啊。好，这个备啊，就是准备的意思啊，准备。那这个课呢，就是我们的 lessons 课程 ，learning materials。所以各位同学，第一个单词并不难，备就是准备，课就是课程，备课就是准备课程哦。但是是老师哦，不是你们哦，不是你们。那如果你们学生要怎么说呢？好，学生我们可以说预习。好，老师写给你哦。如果是 student, then what kind of terms should you use? 好，我们有2种动作，学生可以做。第一个就是老师上课之前，你可以先准备课件，你可以先准备看一下今天会学什么词汇，今天会学什么语法点。如果老师上课前，你就在准备这个语法点或准备你的词汇，这个我们中文叫预习，英文叫 preview， 英文叫 preview。那还有一种 action 就是老师上完课之后，你会 review， 那个我们叫做复习。所以学生有2种动作可以做哦。好，老师写给你们看。对，预习很好啊，慧君说的很好。毕方说的很好，复习啊，预习跟复习，老师的复写错了。好，等老师一下。好，老师再说一次哦。这个备课啊，是用在老师身上的。老师在上课之前要准备教学的材料，这个叫备课。那学生怎么办呢？像你们学生呢，在老师上课前，你就在学习了，你就在读书了，这个叫预习 preview。你在老师上课前就在看书了，这个叫预习。那你在老师上课之后来 review， 这个叫复习。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是个 good student， 如果你是个好学生，你应该要做到预习，你也应该要做到复习，2个动作都应该做，你才是一个好学生哦。好的，学生请你用预习跟复习。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例句。理查老师每天至少花5个小时备课。好 ，Teacher Richard， 理查老师每天 every day 很简单。好，至少这个词汇非常重要，就是英文的 at least。至少的意思就是最少会花这个时间。
哦，至少就是最少最少会花这个时间。换句话说 ，in other words， 换句话说就是理查老师每天会花5个小时或者更多5个小时或者更多 5 hours or more 至少就是 at least。好，理查老师啊，每天至少花就是 spend， 花在这里是一个动词spend， 花5个小时备课。好 ，preparing my lessons， 好，没问题，至少学起来at least。对，汉平说的很好，一个好学生上课前要预习，下课后要复习。好，汉平，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说：好学生上课前要预习，下课后要复习。下课后要复习。好，我们中文会这样说好，老师今天说话会慢一点因为喉咙不太舒服。好学生上课前要预习，你有没有做到？下课后要复习下课后要复习，你有没有做到希望你有做到这样子学习中文的话，这样子学习中文，你的中文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复习跟预习是非常重要的好，上课前要预习，下课后要复习。好的，我们现在来多做一点练习。我们来做一道题目，沈老师，好，沈是一个中国的姓氏沈，改作业。好，改作业就是 correct homework, correct assignments， 改作业好，又忙着，好 ，it's like be busy again，OK， be busy again, V-I-N-G， OK， 好，忙就是 busy busy。好，备完课后，备完课是什么意思？完是个补语 verb complement， 表示 you finish doing something， 所以备完课的意思就是 you finish preparing lessons, especially for a teacher, OK, especially for a teacher。好，备完课后，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对，吉林说的很好，好学生上课前要预习，下课后要复习好，各位同学，请问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好，这题可能会有很多种答案Maybe we have 2 kinds or many kinds of different answers。好，这个佳妮说，沈老师备完课后又忙着改作业，正确答案。宋平备完课后，沈老师又忙着改作业，宋平的答案也可以。好，各位同学，我们这一题有2个答案，你可以把备完课后放在句子的一开始，放在句子的开头。You can put 备完课后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OK, like 宋平。OK， 你也可以像井上林子说的，把备完课后放在主语的后面，放在主语的后面。所以你可以说沈老师备完课后又忙着改作业。好，林子，你的答案也是对的。如冰备完课后，沈老师又忙着改作业，也可以的。如冰的答案也是对的。好，郑红备完课后，沈老师又忙着改作业。改作业就是呢 correct assignments， 老师都会改学生的作业，对不对好 Rachel 备完课后，沈老师又忙着改作业，很好。秀丽备完沈老师不可以，秀丽你这个 order 就不可以了你这个 wording 不可以。好，还有谁？汉平沈老师备完课后又忙着改作业。好，艾宁老师备完课后又忙着改着
不用改着作业，改作业就可以了啊。好，曹同学，沈老师备完课后又忙着改作业。好 ，Nalita，沈老师备完课后又忙着改作业。OK，very good，很好。好的，备课这个词汇比较简单啊，我们先学到这儿。Hello，白兰，白兰好。Hello，Hardwin。Hello，春娇。好，那么我们来学下一个词汇，134个词汇叫备受。Wow, you need to learn this term。各位同学，备受，备受是一个中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用法 ，very important expression. You need to learn this expression, please. 这个常常在 drama 用到，它是一个 advanced but important term for you. Be careful, please. Pay attention, please. 什么叫备受？这里的备是完全的意思 ，completely, fully， 完全的、彻底的 ，completely， 彻底就是英文的 completely， 彻底、完全的意思。受就是 you experience something, you maybe suffer, maybe you receive some kind of OK， 老师会介绍到底受到什么，但是它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受到一种东西，或者是备受。第二个意思就是得到了很多的 ，especially for abstract nouns， 得到很多的，特别是用在抽象名词上面特别用在抽象名词 abstract nouns。好，所以各位同学，备受这个词就是你受到了很多 maybe abstract nouns， 你得到了很多 you get a lot of you receive a lot of plus abstract nouns 抽象名词。好，各位同学，什么叫抽象名词？你们可不可以告诉老师？你们知道什么叫 abstract nouns？ 抽象名词可以是像爱 love， 可以是像 romance 爱情，可以像是 hatred 恨。所以备受这个词汇，我们常常会 plus abstract nouns， 会加上抽象名词对，幸福 happiness 也是抽象名词所以我们这个备受要加上一个抽象名词对，感觉也是抽象的，对不对像是快乐、伤心，还有生气 anger， 对不对？这些都是抽象名词对，很好，爱情、友情、幸福都是抽象的好，那 Henny 不用担心，理查老师等一下会给你很多很多的 examples， 备受什么？备受什么 ？I'll show you many examples, so don't worry about it。好，那只要你现在知道这个备受就是受到了很多 ，you receive a lot of some kind of feeling, emotions， 叭叭叭 ，OK，then that would be enough for you。OK， 好，我们备受爱戴可以的好，佳妮，我们等一下来说。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句子。他是个独生子。好，独生子就是 only child， 就是这个家庭里面只有他这个孩子叫独生子，没有这个孩子他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他没有这个 siblings， 他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这样的人叫独生子。这个家庭里面只有他一个小孩，所以备受关爱。好，关爱就是 love and care， 叫关爱，它是一个 abstract nouns。所以各位同学，备受他备受关爱是什么意思？Then you can understand he received a lot of love and care. From whom? From whom? Okay, you can tell people from whom, but you don't need to do that.
But if you need to, you can add once here. 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要告诉我是谁的 love and care 是谁的关爱，你可以这边加上一个宾语的谁谁谁的比如说父母的then I know from his parents love and care from his parents. Okay, so if you want to tell me from whom, then you can add once 爸爸爸的加在这里，备受爸爸爸的关爱。If you want people to know this information， 好，所以备受父母的关爱。所以备受父母的关爱 actually 备受关爱 is enough, but if you want to add more information you can tell people 爸爸爸的 so that's the way we use 备受备受是个动词所以简单说他备受关爱 once again abstract nouns 关爱是一个抽象名词，所以这就是我们使用备受的方法。好，这个菊林说我备受妈妈的关爱，这个句子完全正确，没有问题好Norbert 说这么多年的教课让他备受幸福好，各位同学 although we use an abstract noun after 备受 but oftentimes 备受 has collocations. So now I'll tell you what's the collocations of 关爱。Norbert， 我们不说备受幸福有点奇怪，备受叭叭叭 oftentimes we need to know what are 叭叭叭 I'll tell you 老师告诉你我们常常用什么备受什么好，我们来看看备受什么好，主语备受 someone 的 somebody 的某某人的好，我们常用的是备受关注。备受关注，什么叫关注？Attention。可能这个女生很漂亮，她备受关注。很多人会 pay attention to her。备受关注就是每个人都在注意她，关注就是注意的意思。我们中文会说备受关注。Okay, like fully receive everyone's attention. 我们还可以说备受好评。哇 ，What is 好评 ？Good comments。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备受好评。哇 ，Good comments for my live lessons。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备受大家的 everyone's 大家的好评。Good comments like my live lessons fully receive a lot of good comments. OK， 好。所以这个各位同学备受一定是 receive a lot of something。OK， 备受一定是 a lot of something. You receive a lot of something. Can be good, can be bad. 备受可以用在好的地方，也可以是不好的地方，好坏都有好，所以关注是好的，好评也是好的。来，威胁 threat threat。好，各位同学，你可以说这个女孩子备受威胁 threat， 不好的也可以不好的也可以。这个女孩子可能被坏人威胁 threatened by bad guys。你可以说这个女孩备受威胁表示她受到了很多威胁，坏人在 threaten her， 所以威胁 threat 备受威胁很常用。我们还可以说备受礼遇。什么叫礼遇？什么叫 courtesy？ 备受礼遇就是比如说有总统来你的国家了，这个总统来的话一定是备受礼遇，你的国家一定会很有礼貌的去对待这位总统，所以你可以说这位总统备受礼遇你的国家很礼貌的对待他，给他很多的礼遇，礼遇就是 courtesy。
So you can say the president fully received a lot of courtesy from your country. 我们可以说总统备受礼遇。好，你还可以说备受指责。像这个图，这个男生做错了事情，很多人说你错了，你怎么可以这样？ You're wrong, you're bad, you're a 吧吧吧。People are blaming this person. 指责就是 blame 所以你可以说备受 receiving a lot of. So whenever we use 备受, that means you receive a lot of something. OK, 好，备受指责like blaming. OK, 好，我们也有好一点的备受信赖 trust. 好，比如说老师非常相信加拿大的郑红同学，所以郑红，我可以说郑红备受理查老师的信赖。什么意思？表示郑红 is receiving a lot of trust from Teacher Richard, which means Teacher Richard trusts 郑红 very much. 所以各位同学，郑红备受理查老师信赖 trust。表示理查老师非常的相信他。好，我们还可以说备受肯定、备受认可 ，like receive a lot of recognition， 表示大家都觉得他很好，都认同他、认可他 ，like agree with this person's opinion， like recognize this person's status, something like this， 备受认可。我们可以说备受肯定、备受认可，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别人一样很相信你，觉得你的地位很好的意思。好，对，我喝点水好了好，那各位同学 ，when it comes to 备受吧吧吧。We do have a lot of collocations. Here, Teacher Richard will offer you a list. And I will offer you this list like right after these live lessons, and you'll know what are these collocations, okay? 所以我们可以用wow, wow. Okay, so don't worry about the collocations. I'll offer this information after this live lesson. Like I'll leave that on my description box, so you can read them. You can get familiar with them because you'll see 备用 very often on newspapers, like in TV news very often because we use it a lot in our daily talk. Okay.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市长责难。好，责难是什么意思？责难就是 blame and criticism。好，责难就是批评，还有抱怨 ，like complaint and criticism。好，责难。好，因为错误的政策，因为错误的政策。好，because wrong。政策就是 policy。好，备受，备受。OK， 请问答案是什么？好 ，Christina， 因为错误的政策，市长备受责难。Perfect。好，这个春娇，因为错误的政策，市长备受责难，很棒。秀丽，因为错误的政策，市长备受责难。大家都在骂他的意思，大家都觉得他做的不好，所以像这个图就是备受责难，大家都在骂他、批评他说他不好。好，好，还有裴静，因为错误的政策，市长备受责难，很好。Hello King，Riri，因为错误的政策，好，我们加个逗号市长备受责难，好，非常好。好，这位总统备受礼遇，很好好 ，Hardwin， 因为错误的政策，市长备受责难，备受欢迎可以，很好。好，备受欢迎就是来 receive a lot of welcome， 对不对备受欢迎
很好，可以的，没问题。好，林子答对了哦。好，雷曼、立新都答对了。好，雷曼说，雷曼说呢，他备受理查老师关爱。诶，雷曼，你用错了。我们要怎么改雷曼的句子呢？我们要说雷曼备受理查老师关爱，可以。雷曼，Oh really？雷曼备受理查老师关爱哦，这才是对的哦，雷曼。好 ，OK，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多做几题。老师给你们很多关于备受的 examples，请你们多多练习。来，这部好评科幻电影，好，备受。好，科幻电影就是 science fiction movie。科幻电影就是通常跟太空有关系，跟外星人有关系。OK，science fiction movie is mainly about space aliens。OK，好，科幻电影 science fiction movie。好，请问答案？好，once again，各位同学，once again，备受就是 receiving a lot of plus abstract nouns。OK，好，汉奸说，因为错误的政策，市长备受责难。好，佳妮，这部科幻电影备受好评，a lot of thumbs ups。哇哦，备受好评哦。好，如冰，这部科幻电影备受好评。好，米磊，这部科幻电影备受好评，表示很多人很喜欢，都会给他一个赞。都会给这个科幻电影一个赞，大家非常喜欢哦，都会给他 good comments。OK， 好，林子，这部科幻电影备受好评。Norbert， 这部科幻电影备受好评。好，很棒，我们再多做练习。下一题，好，又是不同的备受了哦，我们多练习。这位科学家。这位科学家的地位好，地位 means like the status, the position, the status。好，在物理学上，在物理学上，OK，物理学 means physics。OK，physics。啊，你们都学过对不对？physics。好，这个在什么什么上就是 like when it comes to in this field。OK，在叭叭叭叭上。Yeah, of course that means on, but here it means like in this field when we talk about physics. OK，好，备受肯定。OK，肯定就是 recognition。好，备受肯定就是大家都觉得哇 OK。好，来，郑红，在物理学上，这位科学家的地位备受肯定。Sounds a little bit odd，听起来有点奇怪。好，Henny，在物理学上，这位科学家的地位备受肯定。好，Henny 还有郑红，你们的答案并没有错，但是理查老师觉得 we have a better way to say this sentence. We have a better way. And 裴静 you're right. 这位科学家，哎，不对，裴静的也不对。好，裴静，你这句话就不太对了。好，好，来，我找一个对的哦。好，佩霞说，这位科学家在，你也答错了。哦，好了 ，Nalita，这位科学家在物理学上的地位，like in the position, in the status of physics。各位同学，Nalita 的句子是最好的、最 natural、最自然的。我们中文常常会说在叭叭叭叭上的地位，like the status of，OK，在叭叭叭，you can add a field or a kind of knowledge。在
在 field or knowledge 上的地位 is like the status of this kind of field, the status of this kind of knowledge. We will say that. 所以各位同学 Nelita 的答案是最棒的、最好的。这位科学家在物理学上的地位，在物理学上的地位备受肯定。Perfect， 很棒的答案。这才是正确的答案哦。这题有点难哦，这题有点难。好，所以你们可以再把你们的答案再写一次哦。好，这位科学家在物理学上的地位备受肯定。OK， 好，白兰，这位科学家，这位科学家在物理学上的地位 ，See, because that's a thing. 物理学上的地位 is a thing, right? The status of physics is a thing. 在物理学上的地位备受肯定。好，苏英，这位科学家在物理学上的地位备受肯定。好 ，OK， 曹同学，这位科学家，你写错了，曹同学。好，好，宋平你也写错了，你要再试一次哦。错的同学你们再写一次哦，再写一次。好 ，Henny， 这位科学家在物理学上的地位 ，right? It's a thing, it's a unit, right? 在物理学上的地位备受肯定。OK， 好，米磊，这位科学家在物理学上的地位备受肯定。OK， 好，很棒啊！大家试试看，多练习几遍，一定就会了哦。好，我们再看下一题。老师还有题目要考你，这段煎熬，老师什么叫煎熬 ？I don't know what is 煎熬。好，各位同学，煎熬就是 torture， 煎熬就是折磨啊，煎熬就是折磨的意思。好，各位同学，什么叫折磨？折磨就是会一直伤害你的事情 ，something that hurts you all the time. This is torture. 折磨、煎熬就是会一直伤害你的事情。什么事情会折磨你？什么事情会让你很煎熬呢？就是可能一个不好的婚姻 （unhappy marriage），或者一段不好的感情 （an unhappy romance）。或者是一个不好的家庭 unhappy 不开心的家庭 unhappy family can 折磨你 torture you 折磨 torture 煎熬就是折磨的意思哦。好，不美满的婚姻，好，美满就是 happy and blissful。OK， 美满，不美满就是 unhappy marriage。好，这个让我备受好 ，this is something new. OK, this expression is something new. 这个用法是新的，我这边没有写，我这里没有写出来。其实还有很多备受哦。好 ，Hardwin， 这段不美满的婚姻让我备受煎熬。I'm fully receiving a lot of torture from this marriage. OK， 好，曹同学，这段不美满的婚姻让我备受煎熬。你也可以说备受折磨，可以备受折磨也可以啊。立新，这段不美满的婚姻让我备受煎熬 ，like receiving a lot of torture。好。还有白兰，这段不美满的婚姻让我备受煎熬。这段她老公对 Norbert 这样看不懂的，看不懂。好，这段不美满的婚姻让我备受煎熬。比方，这段不美满的婚姻让我备受煎熬。好，卢宾让我备受煎熬啊。对，这个可以说备受折磨，一样的意思，备受煎熬、备受折磨，就是 receiving a lot of torture， 表示会让你一直很痛苦的意思哦。好，
你可以说学习中文让我备受煎熬。If learning Chinese is giving you a lot of torture， 这个学习中文让我备受折磨。But I think that's too much. I don't think that's really reasonable. I think that's too much. OK， 好，所以这个可能是不美满的婚姻、不美满的爱情，或者是不美满的家庭，会让你备受折磨。还有一个不好的老公会让你备受折磨啊，不好的老公、不好的老婆、不好的男朋友、不好的女朋友，或者是不乖的孩子，都会让你备受折磨啊。好，好，来，各位同学，我们来学习下一个单词哦，叫做备用。好，备还是准备的意思，like get ready，OK，prepare or get ready。好，准备着，随时可以使用。所以各位同学，备用在这里当一个形容词，like spare something，like alternate something，backup something。备用就是呢，你平常不用，但是当你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可以使用。Like when you have emergency，you can use spare something to help you。所以各位同学，备用就是在特别的情况下，你可以拿出来使用。平常的时候不会用啊，平常的时候不用，在特别的时间、特别的时刻，你可以拿出来用。所以备用就是你准备着，you just get ready and you can use it whenever you want to. This is 备用，好，备用。好，那学习中文让我备受折磨。Wow, that's too much. 好，万一停电的话，医院里有备用的发电机。好，万一就是 just in case，in case。好，各位同学，万一就是如果的意思啊。好，万一就是如果，就是 if。但是这个它的几率更低。The possibility is lower. Okay, possibility is lower. 我们来学一下啊，这个万一是什么意思？万一是如果的意思，就是 if。但是万一的 possibility is lower. OK， 所以我如果说万一下雨的话怎么办？ What should I do if in case like if it rains? But the possibility is lower. When you say 万一 the possibility is lower than when you say 如果。所以万一就是 like in case 哦。It's not really like if, it's like in case, just in case or in case. The possibility is lower than 万一 possibility is lower than 如果啊，所以它的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假如 is like you are assume something more。假如的 possibility， 假如跟如果也很像啊，假如比较像如果，但是万一的 possibility 比较 low 啊。在这里的话，如果你用万一，你就不要用如果或假如啊。如果跟假如是同义词啊，但是万一就因为它的 possibility is much lower。好 ，Yeah, it's like in the unlikely event. OK， 就是你觉得不太可能发生。你用万一的话，你觉得这个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一点，比较不可能发生哦。好，万一停电，好，停电就是 power cut， 就是没有电了啊。万一叭叭叭的话，好，这个的话是跟万一在一起的。Also, when we use 如果 ，we can use 的话啊，如果停电的话，万一停电的话。OK, so that's like a 关联词 a set phrase. OK， 好，医院里有备用的发电机，就是准备着，平常没有用，但是如果停电的话，备用的发电机就可以用了。所以 it's like spare spare generator 啊，spare generator。
好，发电机这个就是发电机嘛啊。好 ，power generator。好，备用的。对，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不是书面语，我们平常也会用。万一不是书面语 ，because we also use it in our daily talk. So 万一 is not written language, but you need to know the possibility of 万一 is lower than 如果 or 假如啊。好，万一理查老师感冒了啊，理查老师应该多吃药啊，不是用语哦，而且多休息。汉奸我们这里不要用语，我们用而且。你应该多吃药，而且多休息。呀，郑红可以这样说哦。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备用呢，备用我们可以当做形容词，备用也可以当做动词，比较少当动词，但是可以哦。好，我们通常会这样用主语买些 something 备用，主语买 buy something to stock up。Okay, so we will say that 买些什么什么备用，比如说台风快到了，理查老师买些水备用。Because of typhoon, with the approaching of typhoon, with the approach of typhoon, teacher Richard bought some water to stock up. 好，所以你可以说买些叭叭叭备用，来 you buy something to stock up。好，我们来做题目，他到买些蜡烛。好，蜡烛就是这个东西叫蜡烛哦 ，candle。好，备用，商店里。好，请问答案是什么？万一直播促销还有备用的重播。万一直播促销还有备用的直播。我们不太说备用的直播，秀丽不太说备用的直播哦。好，要炒菜的时候，要应该切好，应该用切好的肉备用。我懂你的意思哦，佩霞，我懂你的意思。好，这个 Nalita 她到商店里买一些蜡烛备用。好，裴静她到商店里买一些蜡烛备用。好，这个素英她到商店里买一些蜡烛备用。好，这个慧君她到商店里买一些蜡烛备用。好，没问题哦，各位同学，你们都答对了。好，那我们再学一点备用 spare something, backup something. Remember here, is an adjective, right? Okay, spare is an adjective here. 备用是一个形容词哦。我们常用备用能源 backup energy 备用能源。还有呢，我们也常常说备用轮胎。好，轮胎就是 tire， 这个叫轮胎哦。车子可以走，就是要靠轮胎，对不对啊？所以备用轮胎就是你还没有用，但是你准备着这个轮胎，你准备着，你还没有用啊。好，还有备用钥匙，钥匙不是钥匙 ，sorry， 钥匙啊，备用钥匙。好，那各位同学，你应该知道什么叫 spare key， 对不对？备用钥匙哦。平常你用不到，但是你的钥匙突然不见了 ，Where is my key? Then you have a spare key to use， 备用钥匙啊，备用钥匙。好，没问题哦。好，我们再来念一遍：备用能源、备用轮胎、备用钥匙。好 ，OK， 没问题哦。好，那这个理查老师呢？因为这个 Christina 同学跟理查老师 talk about in English we say spare tire can be like love handles, right?
But in Chinese, we don't have this kind of meaning in Chinese. 备胎在中文里面没有这个 love handles 的意思，但是呢，备胎在中文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a rebound, a fallback guy or fallback girl。什么叫备胎的另外一个意思啊？备胎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比如说郑红 ，for example， 比如说郑红的女朋友不要他了，郑红分手了 ，for example，OK，、郑红分手了，那另外有一个女生很爱郑红，那郑红就好吧，我已经跟我的女朋友分手了，那我就跟她在一起吧，这个叫备胎a rebound。郑红已经跟他女朋友分手了。那这个另外一个女生很喜欢郑红，郑红就跟另外这个女生谈恋爱了，这个叫备胎，这个叫 a rebound。OK， 你们知道备胎吗？有时候当备胎啊是不太好的事情啊，因为备胎表示这个人其实不是最爱你的。This person doesn't really love you, but because this person like break up with his girlfriend or her boyfriend, so he needs someone to be with because he is alone now. He needs someone to be with, so he chose you to be with him. So you are 备胎。他没有真的很爱你，他只是现在没有女朋友了，他有一点 lonely， 所以他选择跟你在一起，你就是他的备胎，这是备胎另外一个意思哦。好，郑红结婚了，最好没有备胎。好，真的啊，真的阿拉布语也是说备胎，这个备胎有时候不太好，因为备胎只是因为那个人，不是因为那个人爱你，不是，而是因为他很孤单，所以他觉得好吧，我就爱你吧。那我觉得备胎好像不太好，对不对？好，听得懂备胎吗？如果你把备用钥匙也丢了怎么办？好 ，Norbert 这个问题，老师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法。Norbert, I'll give you a solution. 找锁匠。如果你把备用钥匙也丢了怎么办呢？好，理查老师给 Norbert 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去找锁匠。OK， 好，这个 Christina 或者郑红，你们可不可以告诉老师什么叫锁匠？Like someone who can help you to unlock your door. This is kind of job. 锁匠要怎么说呀？各位同学，如果你连备用钥匙你都丢了，那你就要去找锁匠啊，叫 locksmith 啊 locksmith. You need to find a locksmith to help you to open your door because you even lost your spare keys. OK, locksmith 好，锁匠啊，好。所以 Norbert， 如果你连备用钥匙都丢了，那你只好去找锁匠吧。找锁匠啊。对，菊林说的很好就是备胎其实是不太好的，因为那个人爱你是因为他很孤单，他现在跟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分手了，所以他需要你陪伴他，所以你不是他的真正爱的人。你不是他真正爱的人，你只不过是他的备胎备胎。有啊，郑红还是有啊，在台湾还有锁匠呢。我不晓得你们的国家有没有像加拿大或者各位同学，你们的国家里还有锁匠吗？在台湾是有锁匠的在台湾有的，在台湾有郑红在台湾是有的我不晓得其他国家有没有，在台湾 you can see locksmith everywhere 。OK， 好，那么那各位同学，英文的那个 spare tire or love handles muffin top， 中文怎么说？真的要讲这个的话，我们要说游泳圈。
游泳圈本来的意思是这个东西 swimming ring， 对不对？好，游泳圈，那它的意思也可以是腰上多余的赘肉，腰上多余的赘肉。对啊，这是7级的字啊 Sophia， 这是7级的字啊。好，各位同学，赘肉就是多余的肉哦，赘肉就是 like extra fat，OK，叫赘肉，不一定是腰上的，手臂上的也可以是赘肉啊，只要是 extra fat，你都可以叫赘肉啊。这个是一个 new word for you， 好，你可以把它学起来。那这个各位同学，游泳圈除了可以指这个东西之外，它也可以指你腰上的多余的赘肉啊，赘肉。好，那没有问题哦。好 ，OK， 赘肉啊，好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好吗？哦，你看老师这么辛苦，喉咙沙哑，没有声音了，我还努力上课，你们是不是应该给理查老师一个 thumbs up， 给老师一个赞呢？哦，好，请你们订阅分享，然后你可以请老师喝杯咖啡哦。好，现在我们来考试。好，第一题，备用、备课、备受。该国总统来访，礼遇。好，各位同学，你看这个拜登总统来了，哇，大家都like respect him, like giving a lot of like courtesy, right？ 好，该在这里是一个该这个是比较书面语的用法，就是这个这个国家的意思哦。该就是书面语的用法，等于这个国家的总统哦。好，来访 is like came and visited, come and visit。好，被受礼遇receiving a lot of courtesy， 这个很重要。你常常在看报纸的时候会看到备受礼遇备受礼遇。好，备受礼遇。好 ，Henny 备受礼遇。好，备受礼遇。好 ，OK， 没问题。好，我们看第二题 ，Number 2， 备受礼遇。好，备受礼遇很常用哦，很常用。好，备用、备课、备受。平老师忙于忘了今天是他的结婚周年。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忙于是一个很棒的语法点哦。忙于就是英文的 be busy plus a verb，OK，所以你可以说理查老师忙于教学。It's like teacher Richard is busy teaching， 忙于教学。好，妈妈忙于照顾孩子。Mother was busy 照顾孩子 ，taking care of kids。妈妈忙于照顾孩子。Someone 忙于 plus a verb， like be busy plus a verb。OK， 忙于。好，忘了 forget。好，结婚周年 wedding anniversary。OK， 好，备课。好，平老师忙于备课。平老师都在 preparing lessons， 她忘了今天是跟她老公的结婚周年啊。好，备课。好，平老师忙于备课，平老师忙于备课 ，Christina 忙于备课 ，Coy 备课。好 ，very good。好，宋平，平老师忙于备课，忘了今天是他的结婚周年。Hardwin， 平老师忙于备课，忘了今天是他的结婚周年。好，最后一题 ，the last question， 备用、备课、备受。我的手机没电了，我的手机没电了。好 ，B 说，别担心，我有电池。我的手机没电了，没电就是 like running out of power。别担心 ，Don't worry， 我有电池，电池就是 battery，OK，、电池。
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备用电池备用，好，白兰备用，好，我们的春娇备用，立新备用很好，林子备用，菊林说这刚刚讲过了好，米磊备用，也备课刚刚那一题。好，汉平说别担心 ，Don't worry，我有备用电池。好 ，Nober 说别担心，我有备用电池 （spare battery）。好，备用答对了备用。好，好，各位同学没有问题那这个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立潮老师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课，明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新 HSK 的词汇好，那这个记得等一下直播课之后，理查老师会把常用的备受的 list 给各位，你们直播课后可以看一下可以读一下好，那么我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明天见，各位同学晚安喽，拜拜。